已决犯乔治良对被害人强奸致死，被告人李湘却罔顾事实，为他做无罪辩护，这不是包庇罪犯是什么？被告人是乔治良的辩护律师，通过对证据的审查，他认为乔治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他应该为自己的当事人做一个什么样的辩护呢？和公诉人保持一致吗？如果这样，那他辩护的意义是什么？法庭还没有正式审理，被告人就把自己所掌握的公诉机关可能提出死刑建议的内情告诉了已决犯乔治良，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被告人在会见乔治良的时候，把他有可能面临的判决结果告诉他。请注意，是有可能面临啊，目的是为了说服乔治良配合审判，争取合法的权利，这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会见和讨论案情等于犯罪的话，那律师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我方第4号证据中，公诉机关提审乔治良的时候，也和乔治良分析了案情，提到过，如果态度不好，可能面临死刑。乔治良被羁押以后，依次见的是公安机关、公诉机关，最后才是辩护律师。那这是否意味着，首先泄密的是公诉机关？公诉机关讨论案情就是行使公务，辩护律师讨论案情就是泄密，法律依据何在？综上，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该得到依法严惩，期待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辩护人，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请问，法庭之上，被告人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是否仍具有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应不应该得到保护？刚才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我方均无异议，而且也列为了我方证据。为什么？因为这些证据不仅证明了被告人无罪，还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律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在法庭上给自己的当事人努力争取了合法权益。我们并不因此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律师，相反，我们认为他只是履行了一个律师最起码的法定职责。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就渎职了。辩护律师只有有罪但求轻判和无罪辩护两种选择。如果后者等同于包庇犯罪，那被告人只有一个下场：认罪伏法，哪怕是被冤枉的。这世界上没有冤案吗？公诉人从来没有犯过错。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地防止错案。如果有一天，在座的不幸成为被告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你最基本的合法权益，该如何求告？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都是弱小的、无助的。律师李湘因为为他人辩护而成为被告人，按公诉人的逻辑，
那我应该也成为被告人啊。同样，如果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的话，也一样成为被告人。可怕吗？荒谬吗？这样的逻辑链条，难道不是对法治最大的威胁吗？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单是为李湘，不单是为了律师制度，更是为每个人辩护。能不能成功，我没把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因为辩护而坐到了被告席上，那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这个击鼓传花会鼓声不停，一直继续下去。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停住，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每个人最基本的合法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甚至是更有力的保障。安静，安静，注意法庭纪律。所以，我们对李湘律师的无罪判决很有信心。就这些，说完了。我决定了，我要当律师。又想好了？我又决定了。被告人，你有最后的陈述。本辩护人还有话说。公诉人，你们真的认为本案被告人有罪吗？为什么起诉书和列举的证据如此简单？你们指控他犯下了2项重罪，破坏了严打斗争，罪行如此严重。我提醒你们，有罪判决不仅仅剥夺了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人的尊严。法治重器，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虽然我们在法庭上的立场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给大家带来安全感，遵纪守法的人可以没有恐惧地活着。请，我恳求你们和我们一起为建设这样的社会一起努力。谢谢。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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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法庭纪律。
同志，这是去哪儿啊？手铐也不用戴吗？走你就行了，别管。哎，洪主任，知道啥事儿不？不知道，估计是好事。真的？哎，那天审理的时候，凭啥先审你啊？老子是主任，才把村长不当干部了。坐吧。洪战胜、李湘，检察院对你们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经审查认为，你们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认罪态度较好，你们自由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是吧？是的。同志，你看我跟你说，主任，等会儿，主任，同志，您刚刚是说我们俩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所以对我们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是吧？是的。那我不出去了。干什么？你这处长回去了，要不我法什么意思？主任，不予追究是说我们俩构成了犯罪，只是情节较轻，检察院宽大为怀，决定不追究我们了。洪振胜、李湘，我们对你们的案件再三研究，慎重地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这是你们恢复自由的机会，所以说希望你们珍惜。检察院同志，我不需要，我无罪，不接受这份决定，送我回去吧。李湘，干什么？你是个律师，怎么这么不严谨？送我们俩回去。咋了他们了？中央工作小组来了以后就这么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去。好好蹲着吧。哎，店长，我来，您别站手，让我来。哎呦，哎呀，年岁大了，猛地起来头还有点晕。就是幸好到工作组来了，我们会更被动的。不是现在这都是怎么了？当年我也被关了5、6年，我也是被冤枉的呀。也，哎呀，领导也被冤枉过。你用不着跟我抠字眼儿。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找我谈话以后，把我放了出去，可是我一句怨言都没有。娘打孩子嘛，当然有打错的时候，但是那必定是我的娘啊。领导，娘打孩子那是您的理解，就应该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啊，对不起，我不太舒服，先走了啊。你们谈。哎，我头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啊，老丁。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有问题有意见你们就提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洪战胜、李湘无罪。